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恩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内容。高恩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实用资源的内容。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， 继续深挖派生态。之前的内容强调了其价值及重要性，这一期呢，从参与者和交易形式两个角度详细解读派生态组成，最后探究派是否让区块链不可能三角不攻自破，以供大家作为自己学习理解的参考观点。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点亮小铃铛，支持下高恩。先传递一个 Pi Network 消息。项目日活跃用户突破1500万，是的，整体用户群体再次突破一个小层级，是个不错的消息。不过高恩这里想要重点提的主要还是关于图中 TBD Minting for New Members Might End 这个提醒，在白皮书那期内容中就提到过，这里再提一下。个人认为这点指的是对于新用户的铸币可能停止，并不是随时全部停产的意思。如果这点得到执行的话，在达到10亿用户真正停产前，有一段时间对于新加入的成员是不会产生对应的相关派币奖励的。至于对这些新用户的其他吸引点暂时未知，本期内容会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派生态解读。如果各位有不同见解，欢迎加入社群进行探讨。从参与者的角度解读派生态。生态这个词原本是生物学中的术语，然后渐渐被各行各业进行引用，所以有了延伸扩展。而在区块链这个行业中，生态模型要包含所有参与者与参与者相联系的行为、去中心化应用以及落地实行。在派生态中，借鉴白皮书 White Paper 和 Pi Network 发展至今的各种现实消息，参与者目前可以看到这些类别：先锋、贡献者、大使、节点4种角色聚成的矿工、普通用户、开发人员、交易所、投资者、易货商，包含工程师在内的核心团队组织、临时委员会组织、各类大小社区组织，由这些参与者汇聚成了派生态的基础。毕竟没有人参与就是无根浮萍了。以参与者稍微延伸下，就能联系到白皮书中的生态构想，重点生态应用程序这方面，相关性较高的还是交易所和投资者之外的参与者。考虑到这点，我们不妨认为派的生态模型可以大致分为这些组成部分：各类去中心化 DApp 应用和所有用户创建或使用这些应用程序的参与者，自发运行的派系统及提供管理维护的核心团队及委员会组织，易货商城、个人虚拟店面、实体易货商家组成的易货模型和其创造者、参与者，落地应用与实体经济对接的系统模型及创造推动者。参与者包括不限于跨境支付的应用。从交易形式的角度解读派生态，一般情况下，区块链项目，尤其是数字货币，都可以从交易方式的角度来进行划分。链上交易 on-chain 和链下交易 off-chain， 有交易的存在，才让其有了价值体现。当我们拿到派生态中来看，这种划分方式尤为合适。我们先简要介绍这两种交易方式代表了什么具体方式。链上交易 on-chain 这个概念自不用多说，就是常见的交易方式。交易数据记录分布式账本，在区块链中记载，交易公开透明，不可篡改。而链下交易 off-chain 可不是不记录区块链分布式账本的意思，而是不面向公共互联网，它本身是为了交易更快、更便宜、更私密出现的。我们在实际场景中理解 ，Island 向把发送10个派币，经过节点确认完成，记录到了公链上。如果将完全相同的交易，这笔交易的哈希挂钩到公有区块链上，关联到一笔 off-chain 交易，在场景中，这也可以证明 Island 发送某物给 Bob。Bob 接收到某物，这都是公开可知的。然而，比特币转移的确切数量仍然是基于侧链的，并不为公众所知。为什么高恩要说这种划分方式放在派生态中很合适 ？Off-chain 的根本逻辑可以认为是一个区块链上的变量名，可以支持多种数字货币，交易实质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公开显示内容。当然了 ，Pi Network 的交易速度已经足以支持 on-chain 交易，但绝对还是有这类交易存在。如果 off-chain 的手续费用并不比 on-chain 低，甚至会形成一种异或链下交易。Pi Network 让所谓的不可能三角更像是伪命题。区块链不可能三角概念的提出有多个版本，名人效应的加持下，经过不同的理解和传递，有了曲解，使得这个概念看起来成为了大难题。加上金融界不可能三角的提法，直接套用后，让区块链不可能三角也流行起来了。
常见的版本大概是这种：去中心化 （decentralization）、安全 （security）、可拓展性 （scalability）， 三者不可兼得，总要牺牲一些东西做出亮点来。也有将可拓展性换为高效的、更狭隘的表达了。实际上，区块链不可能三角有点博眼球的意思。如果真的不可能，那所有区块链项目都在努力些什么呢？ Pi Network 的去中心化这点上是在向着极致做的。恒星共识协议和联邦拜占庭的共识算法赋予其技术支持。去中心化和安全实际是紧密相关的，马上就要上线测试网钱包了。关于其安全性可以自行体会。而可拓展性方面 ，Pi Network 由于允许个人接入节点的举措，节点数量早已突破1万，能够处理的交易数量也随之增加。看到这里，让人不禁觉得那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真的是为了博眼球的名词套用，再加上各种断章取义，有了这流行的伪命题，那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区块链不可能三角？纵观下来，其中 CAP 定理要更加靠谱一些，它是分布式系统领域最重要的原理之一，深刻影响着分布式计算与系统设计的发展，具有重要的方向指导意义。具体内容可以自行了解一下，这里不再多说。OK，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吧。如果感觉内容对你有帮助，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关注高安之后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